这个时候，毫无波澜的海面上一片死寂，只有海鸥偶尔叫那么两声。波兰驻军的一位中尉呢，正端着咖啡，盯着窗外灰蒙蒙的海面，那里停着一艘巨大的军舰，那就是前几天打着友好访问旗号靠岸的德国战列舰荷尔斯泰因号。突然没有任何预警，甚至连宣战书都还没有递交，这艘战列舰上的4门280毫米的主炮同时开炮。那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几百公里之外的波兰首都华沙，铺天盖地的防空警报开始响了。电话铃声炸开了锅，还在沉睡的波兰人突然发现，德国人越过边境了，还不光光是一个点呢，整个波兰的边境线都被全线突破了，从北边的东普鲁士到西面的西里西亚，再到南面的斯洛伐克的边境，黑色的箭头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这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这下毫无波澜了，毕竟大家都说波兰人只会骑马砍坦克，落后的要命。各位啊，这个完全是个误解。波兰虽然在战略上很失败，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弱国。上一期视频我们已经说过，纳粹德国呢绝对是一家不讲武德的流氓公司。那波兰呢？战前的波兰呢，那更像是一家刚刚从破产当中恢复的公司，明明实力不怎么样，却总觉得自己能做大人那桌了。一战复国之后呢，他在外交上四面出击，几乎得罪了所有的邻国。在1938年又跟着德国瓜分了捷克，趁火打劫。在战略上极度的短视又幼稚，他在苏德之间两头逞强，不肯结盟，不愿妥协，把自己一步步逼进了地缘的死胡同。所以波兰呢，真的是应了《三体》里面那句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波兰既低估了流氓的底线，又高估了自己的估值，所以既然选错了路，那你越努力死的就越快。那说到努力，你知道战前的波兰有多努力吗？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地理位置有多么糟糕啊！当时波兰的经济部长和副总理科维亚特科夫斯基呢，可以说是波兰这家创业公司的 CEO。他看着波兰的地图，每天都睡不着觉，因为波兰的地理位置简直差得离谱啊！你看一下波兰的地图啊，它就像是一块铺在欧洲走廊上的大地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且更要命的是，波兰最重要的工业区西里西亚，那里有它几乎全部的煤矿和钢铁厂，居然就这么直接贴在德国的边境线上，而且不光是西边，东边又是苏联，这就很像是你开了一家小卖部啊，左边是沃尔玛，右边是家乐福，而且这两家店的老板手里都还拿着枪。科维亚特科夫斯基呢就意识到，如果战争爆发，德国人一出门就能端掉波兰的工业老家，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堪称波兰版的西部大开发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名字就叫中央工业区计划，简称 COP。那这个计划的核心思想就是打造战略纵深。科维亚特科夫斯基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三角形啊，这个区域被两条大河维斯瓦河和桑河天然的保护了起来，它距离西边的德国边境和东边的苏联边境都有着足够安全的距离，他就决定就在这片当时还是相对落后的农业区，从零开始去打造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为国防服务的工业心脏。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你看哈，从1936年到1939年这短短的3年里面呢，波兰政府把当时国家财政预算的一大半都像疯了一样砸进了这个计划。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钢铁厂，专门生产特种钢材，一座全新的发电站为整个区域提供能源，还有兵工厂、飞机发动机厂、火炮厂、化工厂、炸药厂，这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军工产业链。那这个在当时是整个欧洲最大规模的工业投资项目之一啊！波兰几乎是把自己未来几十年的国运都赌在了这个 COP 计划上，而且这个计划的成果极度的成功啊！波兰搞出了一堆连德国人都感觉到意外的黑科技，他们的诞生地几乎都指向了这个中央工业区。比如说他们的 7TP 坦克，这个是世界上第一批装备柴油发动机和第一款有360度潜望镜的坦克。在那一年呢，它的单车性能其实比德国主力的1号、2号坦克还要好，它的装甲和火炮就来自于 COP 新建的钢铁厂。还有那款让波兰飞行员引以为傲的 PZL-37的麋鹿轰炸机啊，那个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双引擎轰炸机之一，它的发动机和机身就是在 COP 的工厂里面组装的，甚至波兰还搞出了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反坦克步枪 WZ-35， 这个玩意儿可以说是绝对的黑科技，能够在几百米之外打穿德国坦克的装甲。它的研发和秘密的生产呢，也是在中央工业区的保密车间里面完成的。为此啊，波兰的保密局甚至在箱子上印着出口型的监控设备，连他们自己的士兵都没见过，直到开战的那天才发下去。所以说 COP 计划就是波兰这家创业公司的核心研发和生产基地。
但是这个计划的唯一的问题，那就是它需要时间。按照科维亚特科夫斯基最初的规划，整个 COP 计划要到1945年左右才能完全的建成。到那个时候，波兰将拥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强大而且安全的国防工业体系。然而，希特勒没有给波兰这个时间。19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呢 ，COP 计划才刚刚完成了第一阶段，很多的工厂设备才刚刚安装调试完毕，产能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你现在知道了 COP 计划之后，你会发现波兰更悲剧了。它不是输在了愚蠢或者是落后，恰恰相反，它是因为太有远见、太努力，但是最终输给了时间。因为原因很简单，就是波兰太穷了，它的 GDP 只有德国的一个零头，这些装备根本造不了多少。所以为了活命呢，波兰就只能去找天使投资人去融资。这两个投资人，一个叫英国，一个叫法国。这两个大佬拍着胸脯跟波兰保证说：兄弟，你放心大胆的干，只要德国敢动你一根手指头，我们立刻就抄家伙上。这下波兰信了。波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这份安全担保协议之上，但是波兰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正是这两个所谓的盟友在开战前最关键的时刻，狠狠地坑了他一把，这直接导致了波兰的崩盘。你看这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开战前3天，8月29号的时候呢，波兰的情报部门已经确认德国人马上就要动手了。波兰政府就决定立刻要发布全国的总动员令。什么叫总动员呢？就是让农民放下锄头，让工人放下扳手，全部都到火车站去领枪，进入阵地。这个是国家防御的最后一道保险。动员令都已经印好了，正准备贴满大街小巷。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和法国的大使呢，火急火燎地冲进了波兰外交部。这俩大使说了什么？他们说：千万别动员呐！你千万别去刺激希特勒啊！如果你现在动员，希特勒就会觉得受到了挑衅，那样和平谈判就彻底没戏了。撤销动员令，马上！这下波兰人傻了，你看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你跟我说随便他是吗？但是没办法，波兰的军费大头还得靠英法的贷款，没了这两个金主爸爸的支持，波兰一天都撑不下去，波兰政府只能被迫撤回了动员令。那这一撤，你可以想象这就是灭顶之灾啊！等到9月1号德国人真打过来的时候，波兰才重新宣布动员，但是一切都晚了。你知道那一天波兰有多么绝望吗？几十万个波兰小伙子本来应该穿着军装蹲在战壕里面拿着机枪等着德国人，但是现在他们穿着便服背着铺盖卷挤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等火车去军营报到。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的空军来了，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发出的那种尖笑声啊，是波兰人一辈子的噩梦。德国人炸波兰炸的第一就是火车站和铁路枢纽。那一天的波兰火车站啊，简直就是地狱啊！无数等待入伍的年轻人、试图逃离的难民，全部都挤在月台上。斯图卡轰炸机这么俯冲下来，炸弹就全部都落在了铁轨和列车之上。波兰的军队还没有来得及集结，就在运输线上被炸散了。那些原本应该运往防线的弹药、粮食、援兵，全部都瘫痪在半路上。第二个，他们炸断了波兰的神经。德国人早就摸清了波兰的电话局电报线在哪里。开战仅仅48个小时，波兰那个原本就很脆弱的指挥系统彻底就瘫痪了。那这下呢，波兰总司令手里的电话里面传来的全都是盲音，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军队在哪儿，也不知道德国人打到了哪里。而在前线呢，就更惨了，一个个波兰的团长只能靠骑马的传令兵去送命令。在这个无线电通讯已经普及的年代，波兰人被迫退化到了拿破仑时代。所以等到传令兵跑死2匹马跑到了前线，部队呢早就被包围了或者已经撤走了。整个波兰变成了一个高位截瘫的巨人，脑子还活着，但是手脚已经彻底没有知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问了，那空军呢？战争不是讲究制空权吗？波兰空军去哪儿了呢？这里其实就牵扯出了2战历史上一个广为流传的谎言啊。纳粹的宣传机器是这么告诉世界的：开战的第一天呢，英勇的德国空军就把所有的波兰飞机都炸毁在了机场上。这个说法简单粗暴，所以很多人都信了。但是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波兰人压根就没那么傻。波兰空军的高层在开战前几天就已经预感到要出事，他们秘密启动了一个叫做动员计划的 B 方案。他们把空军所有最精锐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偷偷的都从那些显眼的大型机场全部都转移到了乡下的秘密野战机场。那这些所谓的机场很多时候就是一块伪装起来的草地，或者是农田旁边的一条直路。所以当9月1号德国空军大举轰炸华沙、克拉科夫那些大型机场的时候呢，他们炸毁的就是一些淘汰掉的教练机，是放在机库里面当摆设的老古董，还有一些根本本来就飞不起来的靶机。其实波兰空军的主力毫发无损。那在开战的第一天呢，波兰飞行员就驾机从这些
秘密的机场起飞，甚至还打掉了几十架德国的飞机啊，给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德国空军一个响亮的耳光。所以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波兰空军没有被消灭在地面上，那么为什么他们还是丢掉了天空呢？这就好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让叶问去打泰森。虽然叶问是一代宗师，但是两个人的量级差得太远了。首先就是装备的代差。波兰空军的主力战斗机叫 PZL P11，这个飞机在30年代初那是顶级设计啊，欧翼型的机翼非常的有辨识度，但是到了1939年，它已经严重的过时了。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啊，开放式座舱，飞行员的脑袋是露在外面吹风的，然后还有固定的起落架，收不回去，它的阻力巨大。武器呢就是几挺小口径的机枪，而它的对手是德国的 Bf109战斗机。Bf109是什么概念？全封闭座舱，可以收放的起落架，流线型机身，速度比波兰飞机快了将近100公里每小时。武器除了机枪还有航炮。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就差不多就等于你开着一辆敞篷的老爷车去跟着一辆 F1 赛车的赛道上玩命。你可能可以靠技术拐几个漂亮的弯，但是如果一旦上了直道，人家一脚油门就能把你甩得看不见尾灯。然后就是数量了，德国为了打波兰出动了将近2000架飞机啊，而波兰空军拿出来的作战的飞机满打满算不到400架。这是5:1的差距啊！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波兰飞行员升空，天上都有5-6个敌人等着他，而且你别忘了，你开的还是那种敞篷老爷车啊！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打得极其英勇啊！有个波兰的王牌飞行员叫斯卡尔斯基，他在战争的第1天就击落了一架德军的侦察机，然后一个人追着7架德国的轰炸机打。但是这种英勇改变不了结局，这就是一场残酷的消耗战。波兰的飞机打掉一架就少一架，飞行员牺牲一个就少一个，他们没有补充。而德国的工厂呢，正在流水线上源源不断的生产新的 Bf109。所以说，波兰空军就是一家产品很有特色的本分的公司啊。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市场份额，但是面对巨头公司的烧钱补贴战，它的结局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战斗持续了几天之后呢，波兰空军残存的飞机燃油已经耗尽了，弹药已经告罄了，不得不降落在罗马尼亚。所以波兰空军没有被大家以为的那样一波流带走，他们其实战斗过，挣扎过，但是最终呢，因为技术和数量的绝对劣势，输掉了这场不对等的空战。而在这之后，波兰的天空就彻底向德国人敞开了。而且除了空军啊，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谣言，就是后来被纳粹宣传部恶意剪辑的波兰骑兵砍坦克事件。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著名的段子啊，波兰骑兵挥舞着马刀，愚昧地冲向德国的坦克，最后悲壮地倒在履带之下。这个被纳粹德国宣传成了波兰人落后不知天高地厚的铁证。各位，把你脑子里面这个画面删掉啊，这是假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公关软文啊。1939年的波兰人真的会蠢到用马刀去砍坦克吗？答案是绝对不会。那波兰军队为什么还要保留那么多骑兵呢？有2个核心原因哈，一个是穷，一个就是聪明。我们先说穷哈，咱们之前讲过，波兰没有钱把整个陆军都摩托化，买不起那么多的卡车和装甲车，但是波兰盛产马，马匹便宜，不需要烧汽油，吃草就能跑，所以它的维护成本极低。所以保留骑兵是波兰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维持军队的机动性的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选择。然后咱们再说聪明，波兰人其实非常清楚，让他们骑着马去冲击机枪阵地和坦克那是集体自杀。所以波兰骑兵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骑马的骑士，而是骑马的步兵。这是什么概念呢？你可以把马匹理解成为那个年代的全地形越野摩托。波兰骑兵的战术规划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步呢，利用马匹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尤其是在波兰东部那种满是森林、沼泽、烂泥路的鬼地方，快速的穿插到德军的侧翼或者是后方。然后第2步就是要找到合适的隐蔽的地点，比如说一片小树林。然后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下马。没错，除了少数的几个人负责把马牵到安全的地方之外呢，绝大部分的骑兵都会下马，然后变成轻步兵。然后他们就会架起机枪，架起迫击炮，最重要的是架起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大杀器 WZ-35 的反坦克步枪。他们的任务就是利用步兵的姿态去伏击德国人最薄弱的补给线、炮兵阵地，或者说是打德国步兵一个措手不及。那马刀和长矛是干什么用的呢？那是装饰品吗？不是，马刀冲锋其实是他们的大招，是轻易不会使用的特殊战术，只有在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用。那就是如果当他们发现了一股正在行军、完全没有防备、还没有来得及挖站好的敌军步兵或者是炮兵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突然发动一场排山倒海的骑兵冲锋，可以利用巨大的心理冲击力，一瞬间去冲垮对方的阵型。所以你看，我们总结一下啊，波兰骑兵的核心战术是骑马机动，下马作战，马刀冲锋是极为例外的奇袭手段，而且它的目标绝对不可能是坦克啊。那好了，我们带着这个正确的理解啊，我们再来看看1939年9月1号的傍晚，在克罗扬特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就会发现，那不过就是一场意外，但是不是愚蠢。那天波兰的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呢，利用森林的掩护，冲向了德军的一个步兵营。当时这群德国步兵正在休息做饭，那你看这个就很符合那个放大招的场景了，对吧？所以波兰骑兵就像鬼魅一样，突然从树林里面杀出来，用马刀和马枪把这群德国步兵砍得落花流水。这其实是一次极其漂亮的侧翼突袭。只不过呢，当波兰骑兵正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呢，几辆德国装甲车的援兵突然冒了出来，然后开始架起机枪一顿扫射。波兰骑兵死伤惨重，撤退了。那第二天呢，德国战地记者就来了，他们就看到那些死掉的波兰骑兵和马匹，又看到了旁边的德国坦克，于是一个灵感就诞生了，他们就把这一幕剪辑在了一起，然后配上了解说词，说你看啊，这个就是落后的波兰人竟然想用马刀砍坦克。这个谎言骗了世界80年，它掩盖了波兰军人的英勇，让波兰的崩溃显得滑稽而不是悲壮。那打到这里呢，现在的波兰边境防线已被撕得粉碎，指挥系统已经彻底失联，原本指望的盟友英法还在西边看戏。如果你是波兰的总指挥，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投降吗？不是的，波兰的骨子里有一股狠劲，既然边境我守不住了，指挥系统断了，大局也崩了，波兰的最高统帅部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就是全员撤往罗马尼亚桥头堡。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 PUBG 的跑毒圈。你看哈，当时波兰的战略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西边和北边的防线已经全没了，但是在波兰的东南部，也就是靠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境的地方呢，那里的地形很特殊，那里有科尔巴阡山脉，有德涅斯特河，到处都是沼泽和山地，这种地形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噩梦，坦克开不进去，闪电战就闪不起来。所以波兰人的算盘是打得很精的，就是只要我们把残存的军队全部都撤到这个大山沟里面，背靠着友邦罗马尼亚，我们就能够从那个唯一的口子接收英法通过黑海运过来的物资。那只要我们能够有子弹有粮食，波兰人就能够在那片山区里面跟德国人耗打持久战，1个月、2个月甚至半年。你看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止损策略，对吧？但是这个计划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一路上的撤退它必须是有序的。但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几百公里的死亡公路，那可是逃难呢。公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波兰平民，拖家带口，推着手推车，赶着牛羊，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那这些人流中间呢，又夹杂着波兰军队的卡车、马拉大炮，还有骑兵。这个时候，头顶的天空那是属于德国人的呀。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后来在日记里面是这么写的：我们根本不需要瞄准，这公路上全部都是黑压压的人头，随便把炸弹丢下去，都能炸出一片血肉模糊的空地。你看，在这样极度拥挤又极度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哪还有什么有序撤退呢？这直接就变成了一场大溃败。波兰军队的建制在公路上就被彻底的打碎了，师长找不到团长，士兵找不到连队，大炮和卡车全部堵在瘫痪的难民巢里面，动弹不得。最后只能被当成活靶子炸成一堆废铁。那个设想当中的依托地形坚不可摧的罗马尼亚桥头堡防线根本就建不起来，因为绝大多数的部队都还没有走到那里，就已经在路上被打散、被消耗光了。波兰这套理性的止损策略根本落地不了啊！那在这条长达几百公里的死亡公路上，波兰人陷入了真正的绝境，他们手里的底牌已经全部的打光，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就只剩下那纸合同了，他们只能指望那个远在西线的天使投资人赶紧出手围魏救赵啊！每一个在溃退的波兰士兵都在问长官同一个问题：英国人呢？法国人呢？他们不是宣战了吗？不是说会进攻德国的西部吗？只要他们一动手，这帮德国飞机就得回去防守啊，哪怕来几架英国的喷火战斗机也好啊。可惜天空还是空的，除了涂了黑十字的德国飞机，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英法联军在干什么呢？在西线，法军确实动了，他们推进了几公里，占领了德国边境一片叫萨尔的森林。但是当波兰人在绝境里面挣扎的时候，法国前线的士兵在森林里面悠闲地摘黑莓吃，有的部队甚至在战壕前面挂起了吊床，因为长官说不要主动射击，以免引起德国人的反击。
英国的皇家空军倒是飞到了德国上空，但是他们竟然没有扔炸弹。你猜他们扔的是什么呢？是传单，是成吨成吨的宣传单，上面写着德国人民，请你们认清纳粹的真面目，不要打仗了。这个在二战史上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奇怪的战争，或者是静坐战。那在波兰看来，这就是商业欺诈啊，这叫签了合同拿了好处费，到了交货期你直接跑路了，对吧？但是就在这个国家即将崩溃的时刻，有2个地方呢展现出了惊人的硬骨头。第一个就是波兰的首都华沙。当政府撤了，军队撤了，统帅部也撤了的时候呢，华沙并没有变成一座空城，这座城市决定自己战斗。站出来的那个人呢是华沙市长斯特凡·斯塔任斯基，这个人是个传奇啊。如果你去翻当年的照片，你会看到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但是就是这个文官在德军坦克兵临城下的时候，拒绝了最后一张离开华沙的机票。他对政府的高层说：“你们走吧，去国外组建流亡政府吧，保卫国家的火种。但是我不能走，如果连市长都跑了，谁来组织老百姓灭火呢？谁来管自来水呢？谁来告诉市民不要怕呢？”在他的号召下，华沙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堡垒。工人们开始把有轨电车推翻在马路中间，填上沙袋；妇女们把家里的床单撕开做成绷带，连10几岁的童子军都拿着燃烧瓶蹲在窗户后面。你看，当一个国家的正规军的资产被打光了之后，它剩下的隐形资产，也就是国民的凝聚力和意志力，开始爆发了。华沙保卫战呢，更像是一场股东保卫战呢。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市民都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死都不肯把自己的家园交给德国人。德军的装甲师指挥官霍普纳将军呢，一开始根本没有把华沙看到眼里，他轻蔑地称它为一座敞开的城市。他向上级保证，他的坦克只要一个冲锋，就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插上市中心的旗帜。那9月8号，他下令进攻了。他本来以为这是一场轻松的阅兵，但是结果呢，迎接他们的是从每一扇窗户、每一个屋顶喷射出来的交叉火力。华沙的这些守军们是怎么打坦克的？一个波兰的工兵呢，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发现德国早期的坦克履带很脆弱，然后他就带着人把大量的松节油泼洒在那些关键的路口。当德军的坦克耀武扬威地开过来的时候，履带一沾上这些滑溜溜的松节油，就开始疯狂地打滑，根本爬不上街道的那些斜坡，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动弹不得的铁罐头。然后2楼的窗户里的那些童子军就会把点燃的装满了汽油的酒瓶子，也就是很多游戏里面都会出现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狠狠地砸在坦克的发动机盖上。那火焰就可以瞬间吞噬坦克，里面的德国士兵就只能尖叫着往外爬，然后就会被躲在废墟里的狙击手挨个的狙杀。那德军的步兵就更惨了。华沙的每一条街道都被守军改造成了死亡的陷阱，他们在公寓楼之间打穿了墙壁，构成了一个秘密的交通网络。德军的士兵可能刚刚冲进一个院子，还没站稳呢，四面八方的窗户就会同时伸出10几支步枪。所以霍普纳将军的第一次进攻啊，就以损失了超过1半的坦克和大量的士兵的惨败告终。他就只能狼狈地撤回去向柏林报告，哎呀，这个不是一座敞开的城市，这是一座堡垒啊。希特勒这下就被激怒了，他就下令要不计代价把华沙从地球上抹掉。于是呢，德国空军开始对华沙进行了2战当中第一次无差别的恐怖轰炸，可以说就是格尔尼卡的升级版，医院、教堂、居民楼、图书馆，所有的目标都在轰炸范围之内。华沙就变成了一片火海，城市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药品，市民就只能躲在地下室里面，靠吃糖和发霉的饼干为生。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沙的抵抗依然没有停止。斯塔任斯基市长的广播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有时候广播站的房子被炸塌了，信号会中断几个小时，全城的市民就会陷入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和恐慌。但是当他的声音再次从收音机里面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会抱着收音机失声痛哭。德军原本以为3天就能拿下华沙，结果他们打了整整3个星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直到9月28号，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之下，为了保护城里面剩下的几十万平民，华沙的守军才最终放下了武器。这个就是华沙的坚守。那在另一条线上发生了一件更像是电影的事情，那就是波兰国家黄金的大撤退。这个可能是2战初期最精彩的一场商业谍战了。那个时候波兰央行手里面大概有80吨黄金啊，在当时大概价值8700万美元。这个在1939年那可是一笔巨款呢，这足够买几千架最先进的战斗机，足够维持一个流亡政府好几年的开销。这个就是波兰复国的种子基金。如果这笔钱丢了，或者是被希特勒抢走了，那波兰以后想翻盘，能连启动资金都没有。所以9月4号，眼看着德国军队一路凯歌，波兰央行的几个行长一合计，
不行，黄金必须走。但是怎么走呢？火车吗？不行啊，铁路都被炸毁了，火车的目标太大，一上路就是活靶子。那飞机呢？也不行啊，波兰空军已经没有几架能飞的运输机了，而且制空权在德国人手里啊。所以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最土的办法，就是用汽车运。但是去哪儿找这么多汽车呢？军队的卡车都去拉大炮和弹药了。于是华沙市里面所有的公共汽车总站就被紧急的征用了。那些平时跑公交线路的红色公交车、市政的卡车，甚至还有消防车和几辆给警局送饭的面包车，全部都被开了过来。一群人开始把沉重的金条和箱子一箱箱的往这些破车上搬，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啊，他们不敢在车上贴任何的标志，有的车看起来就像是逃难的难民车，有的车甚至在车顶上堆满了稻草和家具，伪装成搬家的样子。但是即便如此，这支车队还是太显眼了。你想，几十辆车排成一长串呢，这个在那个年代是很罕见的。那负责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呢，是以前波兰的财政部长，叫马图谢夫斯基，这个是个狠人呐。他把车队分成了好几组，然后给了司机和押运员每人一把枪，然后下了一道死命令：听着，我们拉的呢是波兰的命。如果遇到德国人就拼命，那如果车坏了修不好，你们就把金子埋在路边，记好坐标，然后把地图吃了，绝对不能留给德国人。就这么，这支黄金车队就在9月5日的深夜呢，偷偷的溜出了华沙。这一路啊，简直就是地狱之旅啊！首先就是路况了，波兰的公路本来就不好，再加上遍地都是弹坑，那些城市里面跑的公交车底盘很低，走几步可能就会抛锚，经常就是一群银行职员推着公交车在泥地里面挪。然后就是德国空军了，白天斯图卡轰炸机像秃鹫一样在天上盘旋，只要看到车队就会俯冲扫射。这支黄金车队只能白天躲在茂密的森林里面，所有人都只能趴在金条箱子上喂蚊子，大气都不敢出，到了晚上才敢关着车灯摸黑赶路。你能想象那种压力吗？如果你开着一辆破公交车，车上拉着一吨黄金，头顶上是敌人的飞机，前后是数不清的难民，而且你还不知道前面的桥断没断，前面的城市还在不在自己人的手里，就是靠这种不要命的劲头，这支车队穿过了大半个波兰。他们往东南跑，目标呢是罗马尼亚边境的一个小镇叫斯尼亚滕。如果你看地图，你就会发现这条路线越来越窄，北边是德军的前行攻势，南边是斯洛伐克的德军仆从军。这支黄金车队实际上是在德军合围的那个口袋风口之前拼命的往外钻，这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终于到了9月13号的深夜呢，这支满是尘土弹痕累累的车队终于开到德涅斯特河的桥头，桥对面就是罗马尼亚。波兰的边防军看到这个奇怪的车队啊，全部都愣在那儿了，他们不知道这个破破烂烂的公交车里面装的是什么。当马图谢夫斯基出示了那个最高级别的通行证，而且悄悄地告诉边防军长真相的时候，那个长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泪都快下来了。他命令士兵立刻搬开路障放行。当最后一辆运金车驶过大桥进入罗马尼亚领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虚脱了，这80吨黄金保住了。波兰虽然即将亡国，但是它的灵魂和资本被带出来了。那有了这笔钱呢，后来波兰的流亡政府才能够在英国组建那么庞大的空军中队，才能有后来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看到的波兰飞行员痛击德国空军的故事。但是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此时此刻呢，在罗马尼亚边境的这一侧，波兰人看着对岸自己的祖国，心里面充满了悲愤，但是呢，也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他们就觉得，既然黄金出来了，既然军队的主力也正在往这个方向撤退，依托那个罗马尼亚桥头堡，波兰或许还是有救的，只要能撑住，只要能等到春天。但是历史没有给波兰春天，历史给波兰准备了一个更惨的严冬。就在黄金车队过境之后的第4天，1939年的9月17号的凌晨，在波兰曼城的东部边境线上，那里几乎没有波兰的正规军，只有一些零散的防卫哨所，因为波兰人把所有的兵力都调去西边打德国人了。毕竟你敢信吗？波兰和苏联在1932年也签过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啊，他们以为白纸黑字的合同具有绝对的法律的效力，他们以为就算大家做不成生意，至少不会在背后下死手吧。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1939年的这片黑暗森林里面，寡头们签条约其实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去撕毁它的。你的契约精神在他们的眼里面就是个笑话。所以到了那个凌晨呢，波兰的一名哨兵呢，隐隐约约的听到了远处传来了引擎的轰鸣声，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连地面都开始慢慢的颤抖。
这个哨兵的第一反应是惊喜，他以为是那些传闻中的英法联军终于绕道来支援了，难道是英国人的坦克吗？他兴奋地举起望远镜，试图在薄薄的晨雾当中看清那些坦克的标志。那些坦克越来越近了，终于那些巨大的坦克的轮廓从雾气当中显露了出来。可惜啊，没有看到英国的米字旗，也没有看到法国的三色旗，在炮塔的侧面呢，刷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很多驻守在东部的波兰士兵看到苏军的坦克开过来，第一反应竟然是欢呼。有的波兰军官甚至带着士兵跑过去想跟苏军握手，他们觉得苏军现在进来呢，他们肯定是来帮我们打德国人的呀。但是直到苏联的坦克的炮口垂下来，冷冰冰的宣布解除武装，你们现在是战俘了。波兰人现在才如梦初醒，就在这一天，波兰那个寄托了最后希望的罗马尼亚桥头堡的计划彻底变成了一个笑话。波兰原本以为背后的罗马尼亚是友邦，东边的苏联是中立，结果背后被人捅了最狠的一刀。波兰的最高统帅在绝望当中下达了最后一道正式命令，就是全军停止战斗，不与苏军交火，尽可能的向罗马尼亚逃亡。从此以后，波兰的正规军作为一个整体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个只是肉体上的消亡，对于这两个强邻来说，光占领土地那是不够的，他们要的是彻底的、永久的，让波兰这个民族再也翻不了身的系统清算。而这种清算呢，在苏德两个占领区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在德国的占领区那边呢，希特勒的逻辑是很直接的，就是我要的是物理资产和廉价劳动力。德国人就把波兰西部的重工业全部收编，工厂召开，但是老板全部换成了德国人，波兰工人变成了奴工，波兰人被定义成了亚人。他们的作用就是给第三帝国种粮食打铁。希特勒甚至下令波兰人不需要再接受高等教育了，只要能数到50，能看懂交通标志，能听得懂德语的指令就够了。那在苏联占领区的做法呢，他深入到了这个社会的根基，这个就是最令人心寒的惨剧之一啊，卡廷森林事件。大家都知道苏军俘虏了几十万波兰军人，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把他们全部都关进劳改营，他做了一个筛选，他把那些职业军官、预备役军官全部单独挑了出来。这批人有多少呢？大概有22000人。请注意啊，这不仅仅是22000名军人呢。要知道，波兰是一个全民兵役制的国家，这些所谓的预备役军官呢，他们在和平年代的真实社会身份，很可能是波兰的大学教授、外科医生、资深的工程师、法官，也可能是银行家、诗人，或者是高科技人才。简单来说，这2万多人就是波兰这个国家的大脑和管理层啊。如果你想要彻底消灭一家竞争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挖空他的核心研发团队和高管团队。1940年的春天，在卡廷森林，这些波兰社会的精英被一批批的拉下车，他们被告知要去进行防疫、洗澡，或者是转移到另外一个营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刑人员呢，站在他们的身后，用德制的瓦尔特手枪，就是为了事后能够嫁祸给德国人，对着这些波兰精英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因为只要这批精英还活着，波兰的民族精神就不会死，波兰随时能够重建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和经济体系。但是如果把这批受过高等教育、有组织能力的精英全部抹掉，那么剩下的波兰人就只是一群没什么文化、好管理的劳动力了。卡廷森林的真相啊，被掩埋了整整半个世纪，直到1990年，苏联官方才正式承认了这起罪行。俄罗斯后来呢，也公开谴责了这个斯大林时期的严重的犯罪。你看，就这样，苏德两国的联合绞杀，让波兰在战后的几十年里面都处在一个极度虚弱的状态。那讲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波兰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一个国家土地被分了，黄金被运走了，精英被杀光了，那这不就是彻底破产了吗？并没有。咱们之前讲过啊，波兰人的骨子里面有一种极其硬的韧性。波兰的流亡政府呢，在伦敦挂了牌，他们不仅带走了黄金，还带走了一种叫波兰精神的无形的资产。但是大家都知道，只有精神和钱是不够的，你得有人呢，尤其是你得有能打仗的专业人才。你看啊，那些我们在之前提到过的，在战争初期就打光了飞机、耗尽了弹药的波兰飞行员，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的故事又是一个传奇啊。当波兰空军有组织的抵抗在9月中旬基本上结束之后，这些飞行员并没有投降，他们接到了空军司令最后的一道命令，就是各自为战，想办法去法国和英国继续战斗。那怎么去呢？他们的逃亡路线真的是惊心动魄啊！第一站就是罗马尼亚，大多数的飞行员呢就开着他们手里面最后几架还能飞的，甚至机身上还带着弹孔的飞机，强行降落在了邻国罗马尼亚。那根据国际法，作为中立国，罗马尼亚必须将这些飞行员和飞机扣押起来。罗马尼亚人
人呢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们把飞行员关进了环境还不错的拘留营里面。但是罗马尼亚政府对波兰啊，那其实是抱着深深的同情的，所以这种看管就变得非常的人性化。拘留营的大门经常意外的不上锁，那看守的卫兵呢也总是在恰好的关键时刻去上厕所。所以这些波兰的飞行员呢就很懂事的一批批都越狱了，他们换上平民的衣服，在波兰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秘密的帮助下呢，拿到了伪造的证件和一点点的路费。然后就是第二站，就是黑海和地中海，他们就成了蛇头的客户，他们挤上了这些开往中东的拥挤不堪的货轮，躲在煤仓里或者货物堆里面。当时的黑海和地中海呢，到处都是德国的潜艇和意大利海军的眼线，每一艘船都可能随时被击沉。就这么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海上的漂泊，很多人都生了病，但是他们最终在叙利亚的贝鲁特或者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登陆了。然后第三站就是法国。登陆之后呢，他们就会找到英国和法国的领事馆。这些衣衫褴褛的波兰人呢，用蹩脚的英语和法语说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我是一名飞行员，我是来打德国人的，给我一架飞机”。在1940年初，大概有8000多个波兰空军人员通过这种九死一生的方式辗转来到了法国，但是法国人打心底其实是看不起他们的。法国的空军高层就觉得波兰空军之所以在几周之内就战败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战术落后，训练不足，所以他们根本不信任这些波兰飞行员，不愿意给他们最好的飞机，甚至不愿意让他们立刻上战场。法国人就把这些宝贵的王牌飞行员就扔进训练营，让他们从最基础的法语和飞行的理论开始学起。这种傲慢让波兰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也让法国空军错失了最宝贵的备战的时间。只有少数的波兰飞行员被允许参战，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在后来的法国战役当中以极高的交换比击落了100多架德军的飞机。所以后面当法国也迅速投降之后呢，这些波兰飞行员开始了再次的逃亡，然后就到了最后一站，就是英国。他们有的偷了小船横渡了英吉利海峡，有的呢挤上了敦刻尔克撤退的最后一艘船。所以无论如何吧，当他们最终踏上了英国的土地的时候，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除了满腔的怒火和精湛的飞行技术。那这一次幸运的是，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傲慢和轻视，因为这个时候的英国也已经退到了悬崖边上，德国空军正在对伦敦狂轰滥炸，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损失惨重，人手严重不足。英国人就突然发现，这群从地狱里面爬出来的波兰人是救星，他们是即插即用的王牌。于是英国人不再犹豫，给了他们最好的装备，喷火战斗机和飓风战斗机，这个就是著名的303中队。这群波兰人在后来的不列颠空战当中打出了全英国皇家空军最高的击落比。还有那些留在国内的波兰人啊，他们组建了欧洲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地下反抗组织——波兰家乡军。他们在占领区开秘密的学校，办秘密的报纸，甚至在纳粹的眼皮子底下运营着一套地下的司法系统。所以波兰虽然在物理意义上被清算了，但是它的品牌和核心精神在全世界流亡潜伏。回顾波兰的1939，它的悲剧是一场经典的战略认知灾难。它的研发和努力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它在每一次战略选择上都选错了。他在需要抱团取暖的时候选择了投机和孤立，在需要放弃幻想全国死磕的时候，他却迷信一纸空文，把身家性命交给了并不靠谱的投资人。你跟流氓讲规矩，流氓就会直接掀了你的桌子。那干掉了老实人，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聪明人啊。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在波兰被侵略的时候选择在马奇诺防线之后看戏的大股东，现在正处在一种非常奇特的氛围当中。法国的将军们在喝着红酒吹牛说，你看德国人呢也就是欺负波兰这种落后的国家，咱们法兰西可是世界第一陆军呢，咱们有马奇诺防线，那是钢铁长城，希特勒要是敢来，保证让他撞得头破血流。英国人呢在海峡那边也觉得稳操胜券呢，觉得德国人吃掉了波兰，估计掉头就去打苏联了。那希特勒也确实表现得很安静啊，在波兰战败后的那个冬天，西线居然没打仗，但是他们不知道，通过吞噬波兰呢，德国已经补齐了他最后一块短板，他拿到了波兰的煤炭、粮食、劳动力，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波兰的战役，希特勒知道了他的闪电战产品，终结了比赛。那此时此刻呢，希特勒正在对着一张法国地图静静的发呆，
他想做到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绕过那个被法军视为不可逾越的马奇诺防线，在6周之内让法兰西帝国彻底的跪下。所有人都在问，这可能吗？那可是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兰西啊！但是仅仅就在几周之后，当春天的积雪开始融化，当德军的坦克再一次开动的时候，那场即将到来的崩盘不仅会摧毁法国，更会彻底的颠覆人类对战争、对地缘政治，甚至对国家实力的所有认知。所以下一期咱们就来讲讲整个二战史上最戏剧性、最耻辱也最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